当今全球心理健康状况都在大幅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造出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感谢大家一路和我们同行。嘿，我的小伙伴，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影片。听到创伤后应激障碍，会想到什么？一个士兵，一个犯罪的受害者。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为一种可能发生在经历或目睹创伤事件的人身上的精神障碍。但知道吗？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不同类型。传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一个人经历单一的创伤事件，导致创伤后应激压力。据今日医学新闻报道，只有 7% 的人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受到传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那么，听说过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 CPTSD 吗？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药物滥用司在2016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区别。这支影片我们就来看看是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5个迹象。一、注意到创伤的感觉出现得更频繁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从经历创伤事件中感受到压力的频率。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典型的一次性创伤事件，它会导致压力感，并在几天内消退。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要么是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创伤，要么是长期事件。假设你出了车祸，如果在车祸发生后感到创伤，而后创伤消失了，这会被认为这是传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如果在事故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对开车感到紧张和焦虑呢？甚至事故过去5年了还不肯开车，这就可以被归类为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还可以通过闪回或噩梦来缓解创伤，从而带来这些压力感。这些症状发作的频率增加，可以作为判定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指标。二、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患上传统创伤后应激障碍时，影响是短暂的。如果被诊断为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就会涉及由一系列事件引起的长时间的压力和创伤感，时间越长，症状就会越严重。除了感受到事件压力，患有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也可能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还以车祸为例，车祸后可能连上车都感到有压力，更不用说开车了。如果有朋友建议拼车共进午餐，你的反应可能是非常生气，并对他们大喊大叫，还可能会哭，因为被困在车里的想法对你来说太难承受。这些强烈的情绪加上创伤性事件，就可能被认定为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三、什么？刚才在说什么？曾经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完全走过神吗？也许刚从商店开车回家，突然砰就回到了家里。这种现象被称为解离，大脑缺乏连续性时就会产生联想，可以把自己从当下的思想、环境甚至情绪中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常见的应对机制，有难以置信的压倒性的感觉时，谁都不再希望继续感受它们。解离是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另一种特别症状，与患者感受到压力的时间长短有关。回到朋友建议拼车共进午餐的例子，朋友问起时，你可能开始感到所有负面情绪都冒出来了。在这一刻，可能会注意到自己会昏厥或分离，想停止这种感觉。如果在开车，还可能在开车过程中联想到防止自己情绪爆发。四、想起过去的创伤时，会感到身体上出现症状。有没有曾经听别人讲过一个让你感到恶心的故事？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器官，它掌握着很多信息，包括感觉，一个人感觉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有感觉。回到车祸的例子，假设你正在向心理健康专家讲述你的车祸创伤，即使你和心理健康专家在办公室或自己舒适的家里，而不是在车里，你可能还是会开始感觉到焦虑带来的身体症状。这些症状包括恶心、头晕或胃痛。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仅仅是想起创伤就会记起这些感觉的重现，这可能是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迹象。5. 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触发创伤。
当你知道什么会引发心理或身体健康问题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避免这种触发。长期经历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可能会对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或其他症状感到厌倦，他们也可能厌倦了让自己的情绪战胜自己。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触发创伤。汽车会让你紧张吗？会。那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去见朋友，或者邀请他们到你家参加朋友之夜。因为有人让你帮他们办点事，你可以礼貌地找个借口，说你在办公室忙不过来。患有复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必要控制他们的处境，感觉他们能控制自己。这些迹象有没有让你震惊？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同类型感到惊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经历创伤性事件是可怕的，但释怀可能同样困难。如果你或你爱的人有过这些迹象，请联系值得信任的心理专家，来找到症结所在。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如果您认识的人也能从影片中有所受益，一定要和他们分享。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